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震撼心灵的佳作《在峡江的转弯处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陈行甲，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物。他曾担任过湖北省巴东县的县委书记，在任期间，他以铁腕反腐、真心为民而闻名。在他的治理下，巴东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网红书记。然而，他的故事远不止于此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他不断探索，不断前行。在峡江的转弯处，便是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深刻总结和感悟。这本书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，能在短时间内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？它就像一盏明灯，为我们在迷茫的人生旅途中照亮前行的方向。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，我们常常会陷入困惑和焦虑之中，不知道该如何抉择，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境。而在峡江的转弯处，就像一位智者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。他告诉我们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但只要我们拥有坚定的信念，勇敢的面对挑战，就一定能够在人生的峡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转弯处，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面临着重要的抉择，你是否会感到迷茫和无助？你是否渴望有人能为你指引方向，给你力量和勇气？那么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在峡江的转弯处，聆听陈行甲的人生故事，感受他的智慧和力量。1. 信念的力量，坚守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在峡江的转弯处中，陈行甲反复强调信念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信念是人生的灯塔，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源泉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，只有拥有坚定的信念，才能不被困难所吓倒，才能在逆境中奋勇前行。陈行甲在书中讲述了他在巴东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的经历。当时的巴东县贫困落后，腐败问题严重。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，陈行甲没有退缩，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迎难而上。他以坚定的信念为支撑，秉持着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理念，开始了他的反腐和扶贫之路。在反腐过程中，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阻力。一些腐败分子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，对他进行了各种威胁和恐吓，甚至还有人试图收买他。但是陈行甲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，毫不畏惧。他深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，为了巴东县的发展。他以铁腕手段打击腐败，将一批腐败分子绳之以法，为巴东县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。在扶贫工作中，他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。巴东县地处偏远山区，交通不便，资源匮乏，贫困问题十分突出。陈行甲深入基层，了解民情，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扶贫措施。他带领着全县干部群众，大力发展特色产业，改善基础设施，提高教育水平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巴东县的贫困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。正如书中所说，信念是一种力量，它能够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，在困境中找到出路。陈行甲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信念的力量，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也应该像陈行甲一样，坚守自己的初心和信念，不被外界的诱惑和困难所左右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2. 勇敢地面对挑战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。有时候，这些挑战和困难会让我们感到绝望和无助，甚至会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信心。但是，在峡江的转弯处告诉我们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只要我们勇敢地面对挑战，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陈行甲在书中讲述了他在面对人生重大挑战时的经历。在他的人生中，有2次重大的转折点，一次是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，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，选择回到家乡，投身于基层工作。另一次是他辞去公职，投身于公益事业。这2次选择都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，但他都勇敢地做出了决定，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在基层工作期间，他面临着工作环境艰苦、工作压力大等问题，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，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挑战。他深入基层，了解民情，倾听群众呼声，为群众排忧解难。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，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当他决定辞去公职，投身于公益事业时，也面临着许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。有人认为他是在作秀，有人认为他是不负责任。但是陈行甲并没有被这些声音所左右，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他成立了公益基金会，致力于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选择，也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新的光彩。书中提到，挑战是人生的常态，也是我们成长的机遇。只有勇敢地面对挑战，我们才能不断地超越自我，
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陈行甲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人生中的挑战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面对挑战的勇气。只要我们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走出困境。3. 学会感恩，心怀感恩，才能走得更远。感恩是一种美德，也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在峡江的转弯处中，陈行甲强调了感恩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心怀感恩才能让我们更加珍惜拥有的一切，才能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陈行甲在书中讲述了他对感恩的理解和感悟。他感恩自己的父母，是他们给了他生命，并教会了他做人的道理。他感恩自己的老师，是他们传授给他知识和智慧。他感恩自己的朋友，是他们在他遇到困难时给予了他支持和帮助。他感恩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，是他们让他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和真情。在巴东县工作期间，他也始终怀着感恩之心。他感恩巴东县的父老乡亲，是他们给了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他感恩那些在工作中给予他支持和配合的干部群众，是他们让他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。他感恩那些曾经批评过他的人，是他们让他不断地反思自己，完善自己。书中写道，感恩是一种力量，它能够让我们更加乐观地面对生活，更加积极地面对挑战。陈行甲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感恩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当我们心怀感恩时，我们会更加珍惜拥有的一切，也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和生活，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4. 保持谦逊，谦逊是通往成功的阶梯。谦逊是一种美德，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具备的品质。在峡江的转弯处中，陈行甲强调了保持谦逊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谦逊是通往成功的阶梯，只有保持谦逊，我们才能不断地学习和进步，才能更好地与他人相处。陈行甲在书中讲述了他在工作中保持谦逊的经历。在巴东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，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。他尊重每一位干部群众，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。他深知自己虽然身为县委书记，但并不是万能的，只有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，才能更好地推动巴东县的发展。在面对荣誉和成绩时，他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他没有因为取得了成绩而沾沾自喜，而是更加努力的工作，不断地追求更高的目标。他明白，荣誉和成绩只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书中提到，谦逊是一种智慧，它能够让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自己，更加理性地看待问题。陈行甲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保持谦逊并不意味着软弱，而是一种自信和成熟的表现。当我们保持谦逊时，我们会更加关注他人的感受，也会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，为他人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5. 勇于担当，责任与担当是人生的必修课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责任与担当是不可或缺的品质。在峡江的转弯处中，陈行甲强调了勇于担当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责任与担当是人生的必修课，只有勇于担当，我们才能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不退缩，不逃避，才能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。陈行甲在书中讲述了他在工作中勇于担当的经历。在巴东县工作期间，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，把人民的安危冷冷放在心上。他敢于直面问题，敢于承担责任。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时，他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指挥抢险救灾工作。在面对突发事件时，他总是迅速做出决策，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。在反腐工作中，他也勇于担当。他深知反腐败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充满了风险和挑战。但是他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，而是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，与腐败分子进行着不懈的斗争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与担当，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。书中写道，担当是一种勇气，也是一种责任。只有勇于担当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，更加自信。陈行甲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勇于担当不仅仅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行动。当我们勇于担当时，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工作，更加积极的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，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努力奋斗。在峡江的转弯处，就像一艘满载着智慧和力量的航船，带领着我们在人生的海洋中航行。它让我们明白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但只要我们拥有坚定的信念，勇敢的面对挑战，学会感恩，保持谦逊，勇于担当，就一定能够在人生的峡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转弯处，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。让我们一起阅读《在峡江的转弯处》，汲取其中的智慧和力量。在生活中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都要勇敢的面对，相信自己，相信未来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也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人生就像一条蜿蜒的河流，在峡江的转弯处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人生的转弯处，发现属于自己的美丽风景。谢谢大家。